在前面几期里啊，我们已经把时代背景、产业方向和普通人的参与方式逐层拆解清楚了。走到这一期呢，问题自然会落到一个很现实的层面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普通人的资产配置逻辑到底应该发生哪些变化？很多人一提到资产配置，脑子里浮现的是比例、品种、仓位和收益率，但这些呢，其实都不是最底层的。真正的底层逻辑永远不是怎么配，而是为什么要这样配。在2026年的环境下，普通人的资产配置第一条底层逻辑是从追求效率转向管理风险。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啊，资产配置的核心目标都是提高效率，哪里收益率高就往哪儿去，哪儿增长快就加大权重。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整体环境稳定，增长路径清晰，系统性风险比较低。但是，当我们现在的世界进入不确定性上升、波动加大、结构频繁变化的阶段呢，效率逻辑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，一次大的偏差就可能会抹掉多年积累的成果。因此，资产配置的第一目标不再是跑得多快，而是活得多久。管理风险并不意味着回避风险，而是要清楚自己在承担什么样的风险，以及是否有能力承受它。普通人的资产配置必须优先考虑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能力，而不是在单一场景下的最优表现。第二条底层逻辑呢，是从单一判断转向结构分散。很多配置的失败并不是方向错误，而是过度的集中。普通人往往容易在一个判断上面投入过多，希望通过一次正确的判断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但现实呢，是任何单一判断都存在失误的可能。结构分散并不是说简单的买的多，而是在不同的资产之间分散风险的来源。经济周期、利率环境、通胀变化、政策取向、地缘冲突，这些风险都不会同时以一种方式影响所有的资产。合理的资产结构应该让不同的资产在不同的情景下发挥作用，而不是在同一个情景当中呢同时失败。第三条底层逻辑呢，是从名义收益转向真实购买力。很多人习惯用数字增长来衡量配置的效果，但真正重要的是资产能否在时间当中保住购买力。在通胀、利率变化和货币环境调整的背景之下，名义收益并不等于真实的回报。普通人的资产配置需要关注资产在不同的通胀环境下的表现，而不只是看账面的数字。能够长期维持购买力的资产，才是真正具有配置意义的资产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的环境下，对实物资产、现金流资产和抗通胀工具的关注度会重新上升。第四条底层逻辑呢，就是从短期的周期博弈转向长期的可持续。资产配置的本身不是一个频繁操作的过程，而是一个长期陪伴生活的系统。如果一个配置方式需要你高度关注市场，频繁调整仓位，不断的做出判断才能够维持，那么它对普通人来说呢，本身是不友好的。真正适合普通人的配置逻辑，是在合理的假设之下，可以较长时间的运行，而不需要持续的干预。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调整，而是调整的频率和幅度应当和普通人的精力、情绪承受能力相匹配。第五呢，就是从机会导向转向资金属性匹配，并不是所有的资金都应该承担同样的角色。用于生活、教育、养老、应急的资金本身就不适合承受较大的波动。如果我们把这些资金投入到高波动的资产当中，那即使长期收益不错，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在心理和现实层面带来压力。资产配置的前提就是要先区分资金的用途和时间属性，再决定它承担的风险水平。时间越长，用途越远的资金呢，越有空间承受波动；时间越短，用途越刚性的资金呢，越需要稳定性。第六条底层逻辑呢，是承受不完美的配置，而不是追求最优解。现实世界当中不存在一套永远正确、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优配置方案。任何配置呢，都是在当前的信息条件下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个权衡结果。普通人要做的不是不断的寻找最优解，而是构建一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至于出大问题的配置体系。这种配置可能不是每一年表现最好，但更可能在长期当中持续发挥作用。如果我们把以上这些逻辑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2026年的普通人资产配置正在从进攻型思维转向防守和平衡并重的思维。这不是保守而是对现实复杂性的一种尊重。这一期我想表达的核心是，资产配置从来不是对未来的预测，而是对不确定性的管理。
普通人不需要判断每一次变化的方向，只需要确保自己在不同的变化当中都不会被轻易淘汰。下一期呢，我们会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落实到工具层面，讲清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ETF 到底在资产配置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以及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